我乃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。此一行，如鸟上青天，鱼入大海，再也不受羁绊了。驾！曹操和刘备是著名的死对头，然而对付吕布时，这二位也合作过。可以说这一时期，曹操确实帮助了刘备。然而刘备后来却果断跟曹操决裂了。对此，网上有两种看法。第一种看法是，刘备是为了个人野心和曹操决裂的，这家伙真是忘恩负义啊，我呸！第二种看法是，曹操欺压汉献帝，汉献帝给了董承衣带诏，让他诛杀曹操。刘备是见到了衣带诏后才和曹操决裂的，他的行为是合理且正义的。大家同意哪一种看法呢？同意第一种的扣1，同意第二种的扣2，都不同意的扣3。对此，不二将的看法是都不同意。我认为刘备和曹操决裂是有充分理由的，不是忘恩负义。但是这个理由我认为不是衣带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吧，这个衣带诏本身就是不存在的。首先我们得说，汉献帝有没有诛杀曹操的动机呢？我认为是有的。如今很多人都认为汉献帝就是一坨狗屎，诸侯们都避之唯恐不及，只有曹操这个大忠臣、大好人愿意要这坨狗屎，不但从李傕手中救出了汉献帝，还给了像乞丐一样的汉献帝一口饭吃。曹操真是汉献帝的再生父母啊！这种看法就是典型的不看书瞎扯淡。事实是，把汉献帝从李傕手中救出的根本就不是曹操，而是董承、杨凤、韩先等人。曹操是等局势稳定了才过去的。所谓曹操救汉献帝的说法，恰恰是所谓专门抹黑曹操的《三国演义》虚构的。至于汉献帝混成了乞丐，得靠曹操给口饭吃的说法，那是某些电视剧和营销号虚构出来的。汉献帝刚逃出长安的时候确实很惨，可后来他就得到了忠于汉室的诸侯的供养。在洛阳时，汉献帝不但不缺吃穿，还得到了军队的保护。而且人家汉献帝根本就没想让曹操来，汉献帝点名要求来接自己的诸侯是吕布，只是因为吕布离得太远来不了，这才只能作罢。招曹操来的不是汉献帝，而是董承。他为了和韩先争权，私自招来了曹操，结果大忠臣曹操把汉献帝接回了自己的地盘以后，直接就把人家给控制起来了。忠于汉献帝的臣子也被曹操杀了一大批。据记载，有一次曹操来见汉献帝，汉献帝对曹操怒吼道：“您要是想辅佐我，就对我好一点，不然您干脆就把我废了吧。”所以说站在汉献帝的角度，他确实有充分的动机诛杀曹操。可问题是，如果你是汉献帝，你会让董承来负责这件事吗？别忘了，曹操是谁招来的？就是他董承啊！人家汉献帝本来在洛阳待得好好的，就是他董承私自招来了曹操，才把汉献帝坑得这么惨。而且董承还干过这样的事：汉献帝逃难期间，他的皇后手里拿着几批细卷，董承看到以后，居然直接让人拿刀抢夺，结果皇后身边的侍从都被杀了，血都溅到了皇后身上。可见这个董承不但算不上忠臣，脑子还有点问题。那你说汉献帝得有多不开眼，才会把诛杀曹操这种大事托付给董承这种货色呢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证据，刘备后来称汉中王时，刘备部下和刘备自己都曾经给汉献帝上表，表中都提到了刘备和董承合谋诛杀曹操的事，但是呢，都没有提到衣带诏的存在。所以说，个人觉得衣带诏这个东西应该是董承自己编出来的，目的是给自己诛杀曹操提供一个借口，这也很符合董承的行事风格。毕竟这家伙之前就能背着汉献帝私自招来曹操，现在他怎么就不能背着汉献帝搞出一个假的衣带诏呢？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一手史料《三国志》对衣带诏的记载吧。董承辞授第一代中密诏，就是说董承声称自己得到过汉献帝的密诏，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。他声称得到，那实际上有没有呢？我认为是没有的。当然以上只是个人看法，如果大家觉得有道理，就把一打在屏幕上吧，谢谢。那估计又有人要说了，就算衣带诏是假的，刘备也未必知道啊，也许他确实相信有衣带诏呢。
那也是不可能的。我前边说了，刘备后来给汉献帝上表时并没有提到衣带诏，如果刘备真的相信有衣带诏，又怎么会不提呢？所以我个人看法就是衣带诏是董承编出来的，刘备也不相信有衣带诏的存在。那么刘备到底是为什么和曹操决裂的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件事，曹操和刘备围困吕布时，关羽找到曹操，对曹操说，破城以后能不能让我娶秦夷路的前妻呢？秦夷路是吕布的部下，他有个妻子称为杜夫人，长得非常漂亮。有一次秦夷路作为使者去见袁术，袁术给秦夷路介绍了一个汉朝宗室女子，这样身份的女子显然不能做妾，必须娶为妻子，而且在古代妻子只能有一个。于是秦夷路为了娶这个女人，就当了一把陈世美，跟杜夫人离婚了。所以说关羽这个行为是很正当的哈，并不是抢别人的老婆。曹操听了以后很痛快地答应了。结果临近破城之时，关羽实在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又连着跟曹操说了好几次。这一下曹操起了疑心，这女人到底长得多好看，能让一向高傲的关羽拉下脸找我这么多次？不行，我得先看看。这一看了不得，曹操小眼一眯，嘿嘿嘿，我的，这女人是我的。你想想关羽那是什么脾气啊？因为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曹操的严重侮辱。后来刘备和曹操一起打猎时，关羽突然抽出刀准备砍死曹操，刘备看到后立刻使了个眼色，制止了关羽。多年以后，关羽和刘备再次谈到此事，刘备感叹道，我当时觉得曹操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，杀了他太可惜啊。我们不管刘备说的是不是真心话，至少可以知道刘备一开始是不想跟曹操决裂的。之后董承找到刘备，跟刘备说自己有衣带诏，刘备的反应是先主未发。刘备之所以不行动，一方面是他不相信这个衣带诏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备此时依然不想和曹操决裂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刘备的想法彻底改变了。有一天曹操找到刘备，对他说，如今天下的英雄只有你刘备和我曹操，至于袁绍之流算个屁。刘备听了以后吓得直接把筷子掉在了地上，幸亏这时天上打了一个雷，刘备暗暗舒了一口气，对曹操说道，哎呀妈呀，你看看这雷打的真他娘吓死我了。侥幸忽悠过去之后，刘备主动找到董承等人，和他们密谋诛杀曹操。不久后，刘备得知袁术想要去投靠袁绍，于是请求曹操派他去拦截，曹操答应了。刘备于是趁机率领部队出走，脱离了曹操。之后刘备又斩杀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，占据了徐州部分土地。至此，刘备和曹操正式决裂。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刘备和曹操决裂的第一个原因，求生的本能。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评价刘备时就说过，刘备之所以和曹操决裂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概刘备察觉到以曹操的气量必定是容不下他的。吴历还有这样的记载，曹操实施特务统治，迫害了很多将领。刘备在园子里种菜时，一次竟然看到有人扒着门缝偷窥自己，这场景都快赶上恐怖片了。这下刘备实在无法忍受了，趁夜和关羽、张飞一起逃走了。吴历中刘备趁夜逃走的说法和三国志是冲突的，自然不可信。但是呢，曹操派人监视刘备则是很有可能的。历史上曹操确实进行过特务统治，他让卢洪、赵达等人担任校士，对部下进行监视，搞得人心惶惶。将士们甚至哀叹道，我们不害怕曹操，却害怕卢洪，卢洪这人还凑合，赵达可是会整死我们。这样来看，吴历中曹操派人监视刘备的说法很可能是真的。所以说当时刘备面临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，曹操忌惮刘备的能力，所以当面把话跟刘备挑明了。观察刘备的反应，刘备虽然侥幸混了过去，但这之后曹操又不断派人扒刘备的门缝，监视刘备。你想想，这样的生存环境不得把人逼疯逼死啊！所以说刘备和曹操决裂，首先是出于正常的求生本能，毕竟这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嘛。至于第二个原因，则是刘备本身的理想。提到刘备的理想，很多人都有误解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刘备的理想就是匡扶汉室，重振东汉。我觉得这实在是把刘备的格局看得太小了。在伯赞看来，刘备的格局和理想远比匡扶汉室，重振东汉要伟大的多。刘备小时候就对着一棵桑树大叫道，将来我一定要坐上皇帝的专车。
刘备见到诸葛亮时，对诸葛亮说道：“我的目标是为天下人伸张大义。”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也提到过，刘备经常叹息痛恨汉桓帝、汉灵帝时期东汉的腐败。临终前，刘备甚至对诸葛亮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：“如果我的儿子不行，你就废了他，自己上。”通过以上这些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刘备眼中，东汉末年是腐败的，令人痛恨的。他所追求的根本就不是重振这个已经腐败的东汉，他想要的是由他自己来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，是由他自己来为天下人伸张正义，甚至于这个国家的皇帝是不是姓刘都不重要。如果刘禅实在不争气，那完全可以让诸葛亮来干，建立一个伟大的让人民可以体会到正义的国家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么继续待在曹操这里可以实现这样伟大的理想吗？显然不能，而且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曹操搞死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呢？我要离开了，我要去追求属于我的大义与理想。再见了，曹操。最后再说一下，刘备的行为算忘恩负义吗？我认为显然不算，因为刘备和曹操决裂是有充分理由的。一方面，曹操对刘备进行了试探和监视，刘备处在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险之中；另一方面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理想，曹操有理想，刘备也有，而他们的理想又注定是不能相容的，所以最终也只能走向决裂，刀兵相向了。而且曹操帮过刘备，刘备也回报了曹操，他制止了关羽杀曹操，最终也没有真的和董承等人一起实施暗杀计划，而是主动向曹操请求南结袁术，带兵离开了曹操。刘备不愿意用阴谋去杀死曹操，他宁愿离开曹操，然后跟曹操光明正大的干。我想这也是对曹操的一种尊重和回报吧。从此以后，咱们谁也不欠谁的，凭本事来干吧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好啦，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，下一期我继续说刘备的故事，为大家描述真实且完整的蜀汉历史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拜拜啦。